厄瓜多移民喜欢住哪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， 今天跟大家一起探索外国移民最喜爱的5个厄瓜多城市。从昆卡的历史氛围到基多现代都市感，再到瓜亚基尔国际风范，你是喜欢高山上永恒的春天，还是海岸边永恒的夏天呢？我们先从山区城市开始，然后到沿海地区，详细谈谈每个地方移民生活的情况吧。厄瓜多首都基多地处安第斯山脉范围，位于海拔2850米的高原上，全年温度在15至20摄氏度，感觉四季如春，因此有永恒春天之称。旧城于1534年成立，是南美洲历史悠久、保存完整的历史中心之一。建筑风格主要是巴洛克式，汇集欧洲传统风格，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，绝对是人生中值得到访的地方哦。怪不得吸引那么多人来，在基多的历史中心逛逛，真的像是时光倒流几百年的感觉啊！游客都是一群群的来，非常热闹啊！除了有历史悠久的一面，基多也是非常现代化、便利的城市，也是行政中心、商业中心。有国际机场直飞美国、欧洲以及世界各地，乘坐地铁可以方便地穿梭市区范围。学校、医院资源充足，也是各国领事馆机构的驻地，办手续很方便。如果是喜欢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，又想闲来逛逛旧城，体验慢生活，还有国际航班出行的需要，那么基多就非常适合了。原来既要又要还要的选择是真实存在的呀！基多的地铁线路已经开通，在市区的交通就更加方便啦。整个基多大都会区有超过260万名居民，大约有5至7万是外国移民，大多数来自哥伦比亚、西班牙、美国、欧洲等等，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北区的拉戈拉琳娜、El Inca，西北区 El Condado， 还有近年快速发展的冈巴亚都会区。听说冈巴亚受到很多外国人喜爱，因为海拔更低，只有2200米，气候更温暖，有更好的天气，生活所需设施都有，而且交通方便，去市中心就20分钟车程。所以今年星巴克在这个地区开了厄瓜多的第1家分店。为什么要开在这里呢？好处不言而喻嘛。肯定是有利于赚钱啊。对啊，这边的居民消费力比较高，换句话说，有钱人比较多。不难猜呀，冈巴亚的生活成本会比基多其他区域要高咯。价格都贵得让当地人调侃说，冈巴亚已经变成冈巴 York， 开支跟纽约差不多了。哈哈，肯定没有那么夸张啦，但要贵上好几成是有的啦。还有西北部区 El Condado 也开始越来越多外国人居住，这里相对热闹的基多市中心来说，会更容易找到安静的居住环境。在厄瓜多租房真的安静难寻啊！我们之前有影片谈论过长租屋注意事项，可以回头去看看哦。基多的1房公寓平均租金每月400美元，3房公寓700美元，每人生活费大约为576美元。对于新移民来说，这些预算是差不多啦。你觉得付这个价格来体验永恒的春天，算不算物有所值呢？位于厄瓜多南部的昆卡，也是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中，于1557年建成，距今已经有467年了。昆卡的历史中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有众多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，也有欧洲新古典风格的建筑，只要在旧城随便逛逛就能看到，称得上是厄瓜多最受外国人喜爱的城市哦。对呀，我也很喜欢昆卡，所以就选择住在历史中心范围，生活在世界文化遗产当中，真的是妙不可言啊。
昆卡人口大约60万，有超过1万名欧美移民人士长期居住在这里，因此形成了最活跃的外国人社区。只要沿着 Ordonez 拉索一直走的话，就会看到很多外国移民来来往往。这边有很多现代化的高层公寓，周边环境也自然优美，超市购物也很方便，自然就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哦。还有妈妈公园那边也有很多外国人住，就是 Parque de la Madre。这些都是 Gringo Land， 意思就是外国人聚居地。听到这里，聪明的你应该也猜到，在外国移民聚集的地方，房屋租金通常都会贵一点哦。是啊，我来到厄瓜多第一天就被当地人告知，昆卡的租金可能是全国最贵的了。一房公寓月租350左右，3房公寓700左右，每月生活费人均是500美元左右。我们2个人的开支大概是1000以内，这些数据挺准的呀。有时候比较省的话，900都不到，但如果经常外食要开私家车的话，就需要增加预算啦。至于好的方面有，会讲英语的当地人会多一点，或者说愿意讲英文的人会多一点。有些公司房东也更喜欢跟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，对于新移民来说，这相当友好啊。如果想学习西班牙语，昆卡是学习语言的好地方。这里有很多语言学校，当地人讲话也比较慢，听起来会感觉容易一点哦。西班牙语好难啊，但我会继续学，因为昆卡人真的很 nice， 很喜欢在公园搭讪聊天。虽然我只会说几句日常用语，但每次见到老友記都会聊得很开心啊。哇，还解锁了搭讪技能呢，住在这里好处多多啊。对呀，日常生活所需前往的地方都能步行过去，就算要坐车也是10来20分钟就到达。不得不说的是 Tranvía 轻轨路线让人很方便的来往各个区域，也途经机场、客运站。这也是说城市规模比首都基多小好几倍，造成在购物方面的商品选择可能会少一点，价格可能会高一点。不是大城市也就意味着街上没那么拥挤，比较少堵车，生活环境更宽松啊。享受过步行生活圈之后，就不会再怀念出门就坐车的日子了。但也不是完美，比如天气就比基多更冷一点，早晚温差更大一点，多云下雨的日子也会多一点哦。还有昆卡的机场虽然名叫国际机场，但目前只有厄瓜多国内航班，乘坐国际航班的话，还是需要前往基多转机哦。更多的昆卡移民生活感受，可以看看之前的影片，连接放在说明栏。继续沿着安第斯山脉一路向南，就来到厄瓜多最南部的省份洛哈。省会城市也是叫洛哈，人口大约20万，海拔2000米，全年气温在12至22度之间。同属于永恒的春天气候范围的城市，但跟基多、昆卡的感受会有点区别。洛哈海拔更低一点，所以感觉会温暖一点哦，温度变化幅度也是很小。洛哈拥有悠久历史，建立于1548年，也有现代基础设施，不用担心日常生活服务的问题。连锁超市、医院、学校都齐全。与基多、昆卡相比，洛哈的城市规模要小很多，但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。是啊，小城市的生活更安静平和，生活节奏也是更慢一点哦。人少竞争也少嘛，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。一房公寓月租300左右，3房公寓500-600的话已经很好了，人均生活费可以在500美元左右。这也是移民人士选择来洛哈居住的原因之一。生活开支可以更低，但生活品质不会明显降低哦。生活在洛哈也是好处多多啦。但要留意的是，它始终是属于山区城市，所以交通没有那么方便。虽然也有机场，但只有少量往返基多与瓜亚基尔的航班。坐车前往昆卡需要3至4个小时，前往瓜亚基尔要6到7个小时哦。
交通不便是很明显的缺点，所以外国移民相对较少，讲英语的人也不多。那就是说，在罗哈有学习西班牙语的沉浸式语言环境啦。如果是喜欢住在小城市，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，但又希望有一些现代化服务的话，那么罗哈可能是不二之选哦。你是喜欢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生活呢？欢迎留言说说感受，我们都会看，都会回复哦。来到这里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位于罗哈以南45分钟车程的 Bikambamba。这个小镇因其健康和长寿的人口而被称为青春之船，当地人认为这里的水土空气能够延年益寿哦，是非常著名的长寿山谷。怪不得吸引了那么多退休人士移民来这里居住呢。全年平均温度都在18至24度之间，空气也不会让人有潮湿闷热的感觉。看来这里的气候比基多、昆卡、罗哈还要再温暖一点，亚热带的气候真的很适合养生啊。小镇大约有5500人，其中外籍人士大约300人，听起来人数不算多，但大家的联系都很紧密。多数人都被悠闲的生活氛围、健康的环境所吸引，他们应该不会介意城市规模大小的问题吧？是啊，虽然缺少大型连锁超市，也没有什么购物中心，但在当地的农贸市场、小商店都可以找到日常所需，那就足够了。移民人士也会定期举办聚会活动，有很好的邻里关系。在 Bikambamba 的生活成本相比之前介绍的城市来说，要再低一点。一房小公寓月租300左右，3房公寓500左右，人均开支500左右就足够了。Bikambamba 会不会是你心目中的桃花源呢？之前都在讲山区城市，现在把目光转移到沿海地区。这就是生活在厄瓜多的好处之一啊！只需要几个小时就从山上来到海边。位于瓜亚斯河三角洲的瓜亚基尔被称为太平洋之珠，是厄瓜多第1大城市，建立于1538年。气候跟山区永恒的春天是完全不同啦，这里可以称之为永恒的夏天，温度平均在25至30度，湿度高的让人以为在蒸桑拿。风扇空调必须常备啊，不然就会被蒸熟啦。这里的人口超过300万，而且居民每年都在增长，还有厄瓜多最大的港口直通太平洋，也是金融商业核心，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。用大都市来形容是不为过啦，旅游观光或者是过境坐车坐飞机的人都很多，街上经常是人头涌涌啊，充满活力的感觉。是的，这里也是交通枢纽，国际机场有直飞美国、欧洲或者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航班，对于需要经常往返各国的移民来说就很方便呢。市区交通有 Metrovia 巴士系统，或者坐计程车是3至5美元。这边也是各国领事馆、商业总部的驻扎地，城里有多个大型购物中心，购物很方便哦。那就不能不提标志性城市长廊 Malecon， 这个城市广场结合购物中心沿河而建，可以一边散步一边逛商场。逛累了就在旁边找个咖啡厅、餐厅坐一下，这样的现代生活 muy cómoda。对于希望创业或者是找工作的新移民来说，这边应该多机会吧？是啊，进出口贸易、旅游服务业都非常活跃，找工作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会容易一点。还有很多华人在这边经商开店，市中心就至少有100多家华人经营的商店，有点唐人街的感觉啦。听说是有超过3万华人，还有些更早期移民过来的华裔，人数就更多啦。所以在这边不用担心找不到合胃口的餐厅、食材、调味料啦。有很多外国移民会居住在河边的博伊多桑达纳公寓楼，或者靠近市中心的乌德萨区域。
一室公寓每月租金350左右，三室公寓租金700左右，人均每月开支大约656美元。还有 Sambalondon 封闭式社区也很受外国人欢迎，但租金预算就要相应提高了。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、丰富的商业机会、温热的气候，还有便利的对外交通，住在瓜亚基尔全都有啊。但为什么网上很少见到有人讨论这个城市呢？主要是治安问题，犯罪率多年来居高不下，偷窃、抢劫案件在某些地区很严重，还经常有帮派斗争的暴力事件发生。这对于想寻求安全稳定生活的人来说，这方面减分很多啊。所以瓜亚基尔就被称为最危险的城市，还有瓜亚 Q 的称号啊。当然也有其他大城市的通病了，就是生活成本较高，生活节奏快，交通拥堵等等，让人觉得压力山大了。听说在太平洋沿岸的曼达也是很受欢迎的城市哦。对啊，曼塔是在海边的大城市，也是货运港口，贸易、渔业、工业都很活跃。目前有27万居民，数千外国移民。这里的金枪鱼非常好，很有名的哦。我们经常买的金枪鱼罐头就是来自曼达的吧？味道纯正，不会有腥味，价格也很合理，用来拌沙拉真的一级棒。喜欢水上活动的移民，曼达是个理想的居住地。这里有大片大片的海滩，可以自由冲浪、游泳，水上活动一应俱全啊。很多外国移民都是住在太平洋海岸线的公寓楼，每天听着海浪声入睡，多么浪漫啊！如果真的住下来，你可能就觉得海浪声太吵了。海边房屋租金通常会高一点，每月700至1200不等，视乎位置配套情况。那距离海岸线步行10来分钟的社区会安静一点，租金也会便宜一点，每月300到500也能找到不错的公寓哦。总之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哦。选择在曼达居住的理由，多数是因为这里充沛的阳光。全年大部分时候都是好天气，温度大约20至30度，还有外出吃饭、计程车都会比瓜亚基尔价格要低。一杯冰冷啤酒伴随太平洋吹来的风，真是舒服的不得了了。每个社区附近都有购物中心，可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。但曼塔不像基多或昆卡那样有历史悠久的旧城区，虽然建立于1534年，但在近年才开始快速发展，成为港口城市。对呀，很多人感觉说没昆卡那么慢生活，外国人社区规模比较小，如果不喜欢户外活动的话，休闲娱乐选择比较少一点哦。治安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地方，帮派争地盘造成不少暴力事件，警方与黑帮也发生过激烈冲突，连深受曼塔人民爱戴的市长也遭遇黑手不幸离世。这是件让人悲伤的事情，隔三差五的坏消息让这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遇到很大挫折。环游过超受外国移民欢迎的厄瓜多城市，有没有发现自己心中的安乐窝呢？或者先来厄瓜多旅游看看再决定吧。关于签证，请看这支影片哦。欢迎点赞留言分享你的感受，免费订阅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呢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